仅一口华子，你就吸入了7000余种化学物质，78种致癌物质，包括但不限于苯、镍、铬、砷、甲醛、乙醛、耐氨、丙二烯、苯并芘、氨基联苯以及亚硝胺等。而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11种，是因为它们均被世卫组织列为1类致癌物。你找遍所有的可食用物质，都找不到任何一种能跟香烟一样，对人体的伤害如此丰富而又全面。不过，今天的视频并不是要劝大家戒烟，只是客观陈述一些你可能不了解也想不到的香烟真相。比如，尼古丁其实并不致癌，它不过是杀虫剂的成分之一。比如，香烟这个让人上头的东西，恰恰会导致男人抬不起头。要了解香烟对身体的影响，我们得从它被你吸入口中的那一刻说起。7000多种化学物质以颗粒和气体的形式释放，经由过滤嘴没什么用的过滤之后长驱直入，并首先在你的口腔和喉腔留下明显痕迹。由于焦油的腐蚀，你的牙龈会变黑，牙齿会变黄甚至脱落，声带也会因为长期刺激而形成性感的烟嗓。另外，香烟烟雾会损坏鼻腔中的神经末梢，导致嗅觉衰退，所以有时候吸烟的人反而感觉不到自己身上的烟味。接着，有害物质来到下呼吸道，出于本能的保护，呼吸肌会快速收缩，企图把它们咳出去。当然，你也不会每次都咳嗽，那是因为呼吸系统一边在努力提醒，一边也在拼命适应。另外，下呼吸道内壁有一层纤毛，这些水草一样的结构会通过摆动的方式排出异物。可惜烟雾中有一种叫做氰化氢的化合物，二战时常被作为毒气使用，它能与焦油一起作用麻痹纤毛，让纤毛停止摆动。清除了障碍，有害物质就像回自己家一样轻松到达肺部深处。这里是气体交换的地方，氧气从肺泡进入血液，由血红蛋白运送到身体各处，二氧化碳从血液进入肺泡排出体外。但烟雾中的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亲和力是氧气的200倍，所以它很容易抢过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，并代替氧气四处流窜，这也是造成身体缺氧、呼吸短促的原因之一。同时，大脑也会因为缺氧而头晕，有点像喝醉的感觉，所以也被称为醉烟。除了一氧化碳，其他有害物质同样会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血液，其中就包括尼古丁。而从口腔到血液再到大脑，整个过程只需要短短的7秒钟。虽然尼古丁没有致癌性，但并不代表人畜无害，它是香烟中的精神活性物质，也是上瘾速度最快的毒品，没有之一。很多人只需一根就会上瘾。大家应该知道，只有能刺激多巴胺带来快感的行为才能引起上瘾，刺激强度越高，上瘾程度和速度也就越高。尼古丁在什么水平呢？我们来对比一下。性行为能让多巴胺的释放量提高 100%， 尼古丁提高 150%， 可卡因提高 225%。 从这个层面看，尼古丁高于男欢女爱，已经很接近毒品了。进入大脑后，尼古丁附着在一种叫做烟碱性乙酰胆碱的受体上，这一受体一旦被激活，就会释放多巴胺、血清素、去甲肾上腺素等激素。除了带来快感之外，你还能感觉到放松、有精神、更专注。这也是为什么它的适用场景极多。很多人累了、困了、无聊了、紧张了、压力大了，都要来一根。但这并不是好事，因为你此时还处于缺氧状态，细胞能量不足，所以它更像是对大脑的过度透支。另外，尼古丁代谢极快，1小时后在血液中的含量就只剩 25%， 没有了刺激，多巴胺水平也随之下降，而且会降到比平常不吸烟时还要低。所以你看，奖励系统的原理就是通过前后的巨大落差让你欲罢不能。一般在抽完2个小时左右，你开始空虚失落，也不放松了，也没精神了，于是你忍不住点燃第2根。但问题是，由于神经适应性，大脑会降低对尼古丁的敏感度，第2根的快感也就没办法达到第1根那种程度，你不得不加大剂量，从每天1-2根到每天1-2包，烟瘾也就这样逐渐产生了。如果没有尼古丁，78合1的致癌物你连碰都不会碰，就是因为它的存在，你才明知道香烟有毒，还偏要铤而走险。就在你一次次赛过活神仙时，众多有害物质也正对你身体的各个器官一遍遍无差别攻击。2011年有一项实验是这样的，研究者找来一些15到21岁吸烟和不吸烟的青少年，让这些人在接受磁共振成像的同时，处理一些与大脑皮质神经功能相关的任务。结果发现，吸烟会影响前额叶皮质的功能，而且吸烟越多，影响程度越大。前额叶皮质负责很多高级认知功能，比如思考、记忆、情绪和自控这些。也就是说，吸烟会直接导致思考力下降、记忆力衰退、
情绪波动大以及自控能力差。而研究者之所以找21岁之前的青少年，是因为有超过一半的吸烟者在20岁之前就开始吸烟，但负责自我约束的前额叶皮质要到25岁才发育完全。这个时间差刚好会造成2个严重后果，一是吸烟会在关键时期影响青少年大脑的整个发育轨迹，二是他们没办法像成人那样控制自己，也就更容易对香烟成瘾，加重伤害。而且这些伤害并不是你在心理上多注意一下就能弥补的，因为它的影响是生理层面的。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吸烟与大脑左侧岛叶、右侧小脑、海马盘回、多个前额叶皮质以及丘脑的收敛性结构减少有关。通俗点说，就是大脑萎缩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影响的结果只是认知功能不如从前，别着急，中年后的你再继续吸烟20年，你会发现自己喜提阿尔兹海默症。芬兰有一项跟踪10几年、涉及2万人的调查，中年人持续吸烟20年，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倍还多。到那个时候，就是大部分认知功能的丧失，没有思考力和记忆力，控制不住情绪和行为，而且病人自己已经完全感知不到这些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中奖，因为运气好的吸烟者可能到不了那个时候。香烟中的尼古丁和其他一些化学物质会与血管内壁发生反应，形成脂肪斑块，导致血管内壁增厚，道路变窄，就有可能发生堵塞风险。而一旦为心脏或大脑输送氧气的血管发生堵塞，部分心肌或脑组织就会出现坏死的可能性，并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引发严重意外。香烟对大脑的影响只是它对身体众多伤害的冰山一角，事实上它的危害远超我们的想象。比如它对身体的多个组织和器官均有直接致癌性，比如它会影响先天性免疫反应和适应性免疫反应，再比如它会让女性受孕困难，让男性雄风不再。不过在问题严重之前，一切似乎都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接下来咱们聊聊，当你停止吸烟后，身体又会发生哪些变化。在你抽完最后一口的20分钟后，心跳和血压就开始逐渐恢复，12个小时后，一氧化碳下降到正常水平，血液的携氧能力也得到提升。当你坚持了1天，你可能会咳嗽加重，不用担心，这是肺部清除毒素的方式。到了第2天，尼古丁和焦油的代谢物基本被清除，受损的嗅觉和味觉神经末梢也开始恢复。当然，这个时候的戒断反应也很强烈，你会因为没有尼古丁的刺激而犯困、紧张、烦躁、头疼。但如果坚持下来，会有更大的回报。1个月后，你发现自己呼吸不短促了，咳嗽也减少了，肺部变得更加健康，呼吸道内的纤毛也在9个月后完成修复。而如果你1年都没有吸烟，你将得到一个全新的自己，皮肤变好了，精神变好了，身体就像恢复出厂设置一样。而且这个时候，你已经不会再对香烟有任何兴趣。第5年，血栓形成的概率大幅下降。第10年，患与吸烟相关疾病的风险也降到与不吸烟的人一样。而这一切，你除了要感谢夜以继日修复的身体，还要感谢抵挡了诱惑、意志顽强的自己。聊了这么多，并没有劝大家戒烟的意思，毕竟这么多年的习惯不太可能会被几分钟的科普改变。而真正能让一个人戒烟的原因，或许只有2个，一个是足够恐惧香烟的危害，一个是开始在乎自己或者某个人的健康。就像我一个朋友，10年的资深老烟枪，但自从他老婆怀孕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吸烟。